真是有戳到。洗完碗了。对啊，当这样。你今天是新好男人。那个洗碗。那一句叫什么？男人要洗碗，能当。是啊。不然嘞？你说那个男人要洗碗。对啊。然后嘞？能当大老板啊。能当大老板啊，对对对。那如果是女人要洗碗嘞？下一句是什么？下一句是没有这个选项。没有这个选项吗？那我们来编一句好了，女人要洗碗就当黄脸婆，有没有？是不是？有没有贴近一下心声？你看，你觉得你的手有没有冻僵？我们刚洗菜就是这样。对啊，我们刚洗菜、洗碗，全部都手就僵了。我可以负责吃就好了。我也想当很臭的男人。臭哥。对啊。那位臭哥。对啊，露营的梦想啊。那你去懒人露营就好了。去懒人。我觉得想要把它搞得跟懒人露营一样啊，对不对？都你来搞就好。那可能会很久。不会。我们刚才讨论就是说那个。有没有可能开发出一款露营用的洗碗机？这件事情可能性如何？可能性是可以的。然后说大宽家。大宽家。然后最好是还可以放进去。可是不行哦。可以放进去 IGT 里面，可以一单位这样卡进去。或2单位下去。卡进去。一单位卡进去。你要有空间。这样这设备可能是很贵。对啊。一单位卡进去，然后什么？烤盘刚好可以放，然后什么钛盘什么刚好可以放。没有，里面还有马达，然后在那边转，是不是？然后水的话就用倒的，还是用怎样的？对，它因为不可能接水管嘛，没关系，我们用倒进去。洗碗定时就一样丢进去这样。那个电功率还不会让营区跳电，比如说刚好400瓦这样，刚好没跳，这样子。感觉会很热卖。而且它单位刚好可以卡进去，对，要这样子。对，而且很棒哎，我觉得在那个没有洗手台的。你有差吗？有差啊。我还说你有差吗？要吵架了吗？抱怨了。哦，那你们也是啊，你们也是男人洗碗啊。对啊。对啊，所以是公平的。对。对不对？我是用洗碗机解决这一回合。我是用洗碗机解决这一回合。然后他结论就是，今天就是用科技，这个是用科技，这直接用科技来解决这一切。不要吵，大家都不要洗碗。因为他是懒人啊，他是懒人，然后所以他用科技解决。这样就可以当我的臭哥了。臭哥，你们讲那个臭哥到底是怎样？是？你说他，臭哥。那我知道他说英文很好。臭哥就是你先喝一口酒。不是酒，这是红茶。红茶。对。好。反正这个臭哥呢，就是只要每次露营，他就是一定会先说一声，哇，先看一下天空，说，这天气很好哎，好臭哦，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在开车，因为我们开车都会随时就是有时候都是随时保持通话，因为要注意一下前面的车况，有时候互相提醒嘛。对。反正我们就边开边看风景，他永远都说哇，好臭，真的是。他这个口头禅真的。对他就是说，真的很臭呢。他说我觉得不想回去了。那是谁开车？他开车啊。对，他开车。对，因为他老婆不会开车。对，他就是他开车这样。还好他不会开车。我们随时通话你就会听到，他说哇，好漂亮哦，这太漂亮了啦，这是哇，这个让我真不想回去了，这是很臭到我真的不想要回去了，你知道吗？对，就永远都是这样的。我说就是听他那边讲，对，反正就算到了露营区的话，搭帐也是这边说看环境说，
哇，这个整个氛围也是还蛮 chill 的呢，就是永远都是因为 chill，你知道吗？一直然后求对，然后老婆在忙，老婆在搭帐，对，老婆在那边搭帐，然后一个人还在那边悠哉，说哇好 chill，好 chill，好 chill。就好就坐在那边。对，坐椅子还在那边悠哉在那边看书这样子，对，很求，很 chill，太 chill 了。真的。我就会去，我都有时候看不下说，我就觉得说你很没有求生意识，真的我就说有时候就算有时候他老那个我朋友他还就是放一些什么一些韩国那个少女时代有个叫泰妍的。哦，我知道对太严。他会说一些什么啊，泰妍她是我老婆啊，怎样的啊？哦，真的嘞，我就说你真的很不要命嘞。对你就是你已经就是没有帮忙就算了，他就算帮忙也都是在旁边那边稍微嘴巴动的比较多，手动的很少啦。哦，对那真的很过分对，然后欸。他说我觉得说你有办法活到现在，我觉得也蛮不简单的。好吧，真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就是你跟他讲过几次啊，他也是这边笑，就是笑而不答这样子。那他们夫妻关系好吗？其实这个听这样，其实你们就会有点知道一些，就是关系就是很对，可能比较偏不好一点。对，他老婆有次我们去住在清境那边的民宿啊，我就有时候就是很好奇问的说，就是先聊，因为他们那一天他们也就是有吵架，然后就是吵一些婆媳问题。对，男生都只会说，我没有办法，就两手一摊那样子。哦，那好讨厌。对，不行啊，不能这样子。对啊。男生就觉得说他有一些苦衷，但是我就跟他讲说，有时候是你当下回答，即便你真的不能解决，但是你讲话的方式、讲话的字词很重要。这现在受不了。我看叫救护车了呢。等一下，这给你做。对吧？反正那时候就也很好奇说，那我就问一下他老婆的对在家庭的感想说，只差没有签字而已啊。哦。对，他就说这样，他说其实生活他们其实都是基本上在家里，他们就是一个在客厅，一个在房间，各过各的，其实没有什么共同的那种兴趣去做。对，我曾经也跟我这个朋友其实跟他讲说，因为他有一度时期就是特别的低潮。我跟老婆那时候也是就是在吵架，然后就是说他每次吵架，然后就会骂他老婆，就是私底下骂他老婆神经病、疯子啊这样子啊。对。然后我就问一下，大概了解一下，其实就也有发现说男生其实有一些问题。对啊。对。男生就是你们就听了，光是一些在户外的模式嘛，就是就是只顾自己的那个享受，也不帮忙，互相帮忙，那就蛮自私的。对，比较自私。对啊。对，是真的蛮自私的。我就有时候之前就跟他讲说，你们好像没有什么共同的目标去朝那个目标去努力，没有。对，而且你们还有一个更厉害，这个秋哥，他虽然他之前是做贷款的，对的那种业务，就是专门在帮人。你说金融放款那种？是吗？放款它是属于不是地下的那一种啊，它是银行的银行正统。对，就像我们中租有些都会打电话说，有没有需求帮你对，它就属于那部分的人。对，其实在那时候在做其实还不错。后面他因为有很多一些原因，所以他后来就脱离这个圈圈，然后自己创业自己去研发洗发精。但是当我知道的时候，我说，你真的很敢我说在洗发精这一块，以我个人，因为我本身就有这个专业对于这个东西有专业。对，我说你真的很敢。我说你这种不知名的品牌，你要来去你要跟什么比？你光是成本要用的好，你就是会烧了很多钱，但是因为它有限嘛，
对，所以它的研发出来的产品就是相对也是只能针对男生的控油这方面可以去着手而已。那其他你说什么保湿、护发，护发针对一些比较对于发质性的洗发精就没办法有限了。对啊，的确。所以它也是撑了几年，它就是当然也是不了了之了嘛，就是就是没有了。那后面收场之后，当然相对就是说，它就是没有一个重心的啊，因为它就没有正当的工作了。哦，那后来呢？就后来到以我们知道的，就是到这阵子，其实都是他跟他老婆后来也是把工作辞掉，因为他说他那个也待不下去，两个其实是没有，现在是都没有工作吗？对，可以这样说。那要怎么活啊？等一下，我那个朋友只是说专门在去开发接案，他就是跟其他朋友去，就是还是一样，就是有去跑一些就是贷款相关的那个案件去开发。对，但是说真的，现在景气这样子嘛，对啊，一些现代力在影响到，所以说融资上面也是已经不好去。对啊，所以然后他们我只能说他们到一个神仙的境界了，到是好像他们都没有什么正常的来源，就是金钱的来源了。啊，这样不紧张吗？他口头也是说紧张，但是我觉得感受不到啊。后面还可以去泰国，可以去泰国，然后又来什么又很常那边找我们要去露营干嘛的，要去哪里。他的露营都很临时的那种。对，所以我们基本上很难配，后面都也很难配合到。就可能今天礼拜四，然后跟你说，我们明天夜冲，然后3天2夜的那一种。为什么听起来不缺钱呢？他真的很值得。但是其实没有，他那个其实他光是他的贷款，他的那个宽限期已经到了，现在就是已经宽限期的房贷到了，但表示他之后就是本加利对都要摊上去了。对啊，他光是之前还在宽限期1个月就要烧了15万，15万。但是家庭因为他老婆都没有正常嘛，嗯，都没有正常的在工作，就算有时候就是那个做不长期啊。哦，对，没有什么专长。没有什么专长吗？其实没有。哦，那就很。之前就算有一段时间，他有去帮人家做那个睫毛哦，种睫毛那一种。哦，我知道那种，那还可以的。那个还可以，但是后面也没有了。也没有持续啊。都没有持续啊，他们就是做事情就是没有所谓的没有一个持续性啊。啊。对，他基本上所有的很多的开销都是由我那位秋哥去支出。所以他需要秋啊，他压力大嘛。对，他就跟我说，但是我跟他说，一开始我是很鼓励他，就是去释放压力，甚至说有时候就是我会直接请他来我们家，有时候就是因为他基本上来我们家都是他一个人的，或者有时候会带个他儿子来，就是他老婆就基本上就是比较不会，因为说白，有时候来我们家就是打麻将。哦。对。麻将卡。他有时候就说你一开始是支持他这样子，是装作一个他放松嘛。但是后来我发现他有点是为自己找很多的借口。对，没有错。逃避啊。对，他很多就是我说你到底要调试到什么？因为之前他说他出国就是为了他去日本，先去日本，后来才去泰国。这段时间他就说去调试，一开始第一次说日本的时候，对，我就说这么有得调。对啊，怎么会？很好，羡慕他。我就说第二到后面泰国，我就说我觉得你这个已经不是调试，我觉得你是已经在逃避现实的东西。是啊。他甚至还异想天开，曾经还跟我们说他想要移民，想要放下所有的一切，直接去日本重新开始。我说那请问你有备用资金可以去移民到国外吗？你到国外，你房子也是要钱对啊。你有备用资金吗？他说没有。我说你在搞毛啊？对啊。那就不可能。对啊，搞屁哦！他都还特别去
那个跟那个移民署问一些移民相关的东西耶。好像好像很有准备真有此事这样。对，啊，嘿结果后来问了，他根本那些条件根本不符合啊。嗯，啊，我觉得他太过于对，他房子是买很贵啊，怎么？他透天啊，买透天啊，哦，对啊，买透天那少说也那时候应该也有快2000应该要有啦，以他那时候在买的，以他入场1500了不起1500而已，然后平数不大。 1500，可是我不懂为什么他立家本会这么多。可真贷。我也不晓得，我觉得应该是有真的，因为其实他当初买这间房子是他妈妈也有头期有帮忙 push 一下，哦，对，所以他们自备款不多。我觉得不多，嗯因为以我们自己本身有这种相关的一些概念的话，嗯大概知道就是没有，而且也嗯，知道可能他能贷的应该都拿下去贷，而且拿贷款的钱拿来救哦，原来成这样子，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但是他没有明讲，但是我可以去以谈吐之中，嗯对。但是有在一些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朋友，男生朋友就是来我们家，就是那时候先在那边闲聊，嗯他是有脱口而出说，就是嗯，能用的早就都都用完对，了因。为那时候他这边他那时候有去做中租的贷款，嗯属于建设方面的那个，对，他也是做的就是说嫌弃呀，干那个火一直追你呢，啊，那个火一直往你，火一直往你烧哎。对啊，真的是换位置。看风车。我在讲那个啊，秀哥发威哦，他才1500左右，好2000。可是我朋友买1800，他每个月还贷款也才4万多啊。 4万多，他其实是他那些。他其实是那些加上就是很多里里扣扣，里里扣扣还有车贷啦，哦，他车贷好像就抓了差不多要将近要2万，车贷差不多2那万，台N 叉3他等一下哦，那台多少多少钱？ Lexus 对，对，是。然后是多少期？那台也要那台200出200出哦209对，那台啊，差不多2万。他因为那也分等级，他是选比较最基本入门款的，哦，哎，好贵哦209，比我们的途尚还贵。绝对的，嗯，我们那个入门车而已。对啊。啊，反正我朋友就有酸他说他说你那台你下来这边给我开 Lexus， 你去开雅力士还差不多哎，压力。对，对啊就是讲真的他意思就是刚刚讲说你要务实一点，但是省点这个在之前我就已经有先给他一个我就曾经有问过说，我问你，今天因为我就那时候其实就觉得他有点在走下坡，嗯我说没有办法拉下点，把它开回去一些例如国产车的车型嘛，嗯。他说他没办法，哦，那这样子不行啊。价值观因为他一直，因对为他偏差从小的一些遭遇，他就是很，甚至在做那个贷款的之前，嗯他其实是一个工作非常也是不稳定的人，哦，对，我了解，然后我了解。甚至是到就是吃饭都很用，我们出来吃饭，他们有钱他把可以吃我另外一个朋友当做爸爸一样，我爸爸那就是我朋友就是吃东西我们吃东西就是会 cover 他这样，就是啊不会跟他计较那些吃哦饭钱，，我知道，如果是兄弟，就是会互相帮忙一下，对这样子，对不对？然后出啊，也去不能一直帮啊。对啊，我有那对不对个朋友是真的，你知道吗？去逛个夜市，他想要什么东西，我朋友帮他出钱，然后怎么这样？真的就但超没面子的这个，哦对，这个感恩如果说这样带老婆或女朋友出去这样，哇，对啊，就真的不行啊。对啊，其实我们出去有时候他也是还要有因为他毕竟他后期是因为他也是靠这个贷款爬起来，但是爬起来那是尖峰已经过了，嗯，对，那尖峰已经过了，他现在就是对只能靠之前的一些老本，但是也撑不了那么久嘛一。定的。对啊，还不是什么富家子弟，嗯，然后现在我觉得就是又被有点渐渐会感觉是有点快被打回圆形。原形，就是对。嗯其实近期我们也是有跟他因为一些事情，就在刚好我们就是跟他们
认识的那时候，我们就过年去那个水丘农场。对，其实我们过年后也有在约吃饭这个东西。哦，对，约吃饭，但是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只是讲，就是他是说有讲，但是说没有实际的明确的时间点，那个都对他们来说都不算约。没有约成。对，但是我有问，其实我们这边自己的一些朋友，其实我们对于朋友在讲这些话，说例如说，我们像原本其实在过年初3的时候，就有说要去吃一间我们台南的一间日本的居酒屋，对，然后呢，因为他们说因为年菜吃完，所以就先不要。他说那能不能改，就是过年后，就是说好像那是初几啊？我不知道，没有记那么细。没有忘记了，反正就是好像你们还记得我们是什么时候去？初三对吗？初3是第一天吗？对，哦，初3第一天。那就是好像是就是可能抓初5，那是首长嘛，就那，反正我们他就是也是抓那个时间啊。我先跟我们在群组说我回去时间点不一定，但是我没有说这个局我没有要，就是说我们都没有说要取消掉。对。他的认知就是，反正就是觉得说，他就抓定说，没有约成，就是时间点没有明确的时间点，对他来说就是没有约成。对。但是我们这边的想法是说，也有询问过别的朋友，就说我们其实有讲了，而且更何况改期的是他，我们觉得说这个就是其实会保留这个就是说，就是那一天的一些晚上时间。对。给朋友，就是时间没有定而已啊，还没有确定，但是没有说不吃啊。对，那我们是不是就是会保留？他只是说看要怎么样再联络。对，但他就是咬着这个样子，然后咬着这样子说我们有点莫名其妙，就是对，因为我们其实前面是说他后面有在约我们有再去约另外一个营区，但是我们后来就是因为他觉得他很常会有一些理由，就我们都觉得说这是一只饭鸟，因为他前面就有过，对，然后就不爽，然后他觉得说我们这样是莫名其妙对他不爽，他就是直接有点。没有，应该是说不是一次啊，就是。对啊，我知道，我说啊。前后很多次更改时间，要不然就是临时说有事情，还是说什么，反正就变动太多。我知道。对，有变数。但是我是很直接，我非常直接，因为我不喜欢绕来绕去。跟我一样，我也是。对。我说，我觉得这样子改时间，我感觉没有很好。对。所以我觉得就不要约了。我就那次录影，我就说我们录影就不要。原本有定了。我超级直接的跟他讲这件事情，然后就不高兴了。我跟他说可能我的讲法也太直了。不是。对，但可是我觉得这本来就应该要这样。我说与其我在那边不跟你讲，对，然后不如我直接告诉你这件事。而且我跟他讲前因后果，我讲原因。对啊，一定。不过我觉得他老婆没有完全告诉他，因为那就是他们自己沟通的问题。然后反正后面我跟我那朋友就是因为讲了这件事情，他讲到也是在一边觉得不爽，然后其实我也很不爽，因为我就前面有跟他说好算了，我觉得这是认知问题，因为他觉得他不想去，他很奇怪，他不想要得罪人，但是他有一些事情的做法，他其实是会得罪到人，但是他又说他不想得罪人啊，人家跟他讲了，他又有点讲不得。哦，我知道那种个性，好矛盾。有一点就是可能你问他，然后他就一直不给你答案，拖到最后一刻，然后才在那边跟你说因为什么原因我不能去，但是这个原因可能在一开始他就知道了。那我觉得他这种人就是比较不会拒绝人家，而且有些层面是我觉得他有点自私，就是有一些自私层面，就是说，例如好像说他临时约，因为其实他临时约我们，其实基本上我们算只要是假日的时间，我们都算好约，对，我们也不会跟你说临时说要干嘛取消什么都不会，我们甚至就是都会好，然后例如要吃饭好。我们只要有说好，我们那天就把时间空下留给朋友。对，不管你约几点，我们都可以。对，但是他可能就是会，我们已经说好几月几号，就是大概晚上的时间去吃晚餐，就是已经那么明确，然后 OK 啊。然后可能当天，我们今天要几点？他说
又没有确定，所以我约别人。他后面就是不爽的点，对他就是这样他就是咬定这个来跟我争辩说，哦，我又没有跟他讲明确时间，那个要表示没有约人，连他老婆，我后来也去打他老婆，想要看他会不会有不同的样的一个说法，结果也是一样，说再有他就觉得说啊，可能如果你们要临时说什么，像他就问我说，那间有定位吗？我说是没有啊，我说，他说那是不是可能去的，然后可能是不是可能会吃不到这样子，但是我觉得那都不是一个，那个都不是拿出来的说法。对啊，朋友之间你讲了这个东西，即便再怎样好，起码我们那个是一个感觉 ，kimoji。我们一起出去吃东西，即便吃不到这个，我们大家也可以说我们去吃别的，起码那是大家一起在用餐的一个氛围感而已啊。对啊。对，你看一讲大家都知道嘛，但是他们不是，我跟我那个秋哥，我通话2-3个小时哦，我们2个就像鬼打墙，他在讲他的，我在讲我的，然后我讲到后来，因为我其实我是边忙，因为边跟他通话，讲到有时候其实我真的我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然后对，然后我跟他在讲一些更细微的东西，我说我说。他就觉得说我很夸张，他觉得说我这些有点在强硬的，就是说，他就说，好啊，那你来讲啊，我错在哪里？他就直接说你讲那个来说服我，我说你要我这样讲，我说真的，我一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你讲这个东西。我说那是一个感觉问题。对。我说你可以站在我的角度去想一下吗？对。我说这个没有谁真的错跟对，但是那是一个感受。对。因为他还有一个爆发点是，我在后来电话中我也受不了，跟他讲说，你也就是好几次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有点讲太快，我说放鸟很多次，我说哦不是有时候就是你人就是会临时改变，就是可能约好又临时改变改变行程改变主意嘛。对，我要举例一个啊，他曾经就是有一个就是在中珠那时候工作的认识的一个同事，对，他也没有跟他约好时间，他只是说那我们那个。如果礼拜6、下周6啊，我们看怎样。如果你要来，你要去带小朋友去我们有一个叫奇美博物馆嘛。我知道那里。对，他说如果要去奇美博物馆，就是带小孩去的话，再联络。但是这个并不是很确定的一个行程。对。要去不去都没关系的。那我们那天就是有一个很明确的行程，就是很明确的。朋友人数都齐了，对，就只差他一句，就说哦好 OK， 他就然后就说说我跟人家有约，一开始我想那是有约，是你是约怎样，真的有约，然后听一听就是我刚才所诉说的这样嘛，我说其实你这样子没有叫约，你真的没有叫约成，你那个是可以婉拒的，但是他的顾虑，我觉得他顾虑是想到利益方面，因为他觉得他说他这个同事对他未来可能会有帮助。因为他未来他也是就是有在计划，他还是要去走贷款方面的开发嘛。对啊。他就觉得可以有一些这个多一个人脉，他就不想去得罪人家。对。但是我说人家只是也是跟你讲说一听我就说这是场面话，人家也可以带他自己小孩，就是自己好好在那边玩，那个也不差你这个人。对啊。对。真的。我说你这我觉得你有点私心我说你有点自私。他听到这个爆炸了，玻璃心，对他真的是玻璃心，真的是很玻璃。他连他的儿子其实也是，他儿子是高需求。Oh my god！ 对，我们说真的，然后这个儿子的部分就等一下再跟你们讲。这个故事怎么那么长啊？等一下，这好像讲不完。对，这是 interesting。对，所以这部分其实他就讲这种话，他甚至直接骂我跟我老婆，你们是神经病是不是啊？连这个。他说原本就是中间他其实那时候的他改期的那一天，我后来从营区从水秀农场回去，我们其实我一收账，那时候我还给我看时间12点多而已，我就先开出去营区，我在外面先联络他，他完全是忘记了这个晚上的吃饭的问题，他其实那时候当下的反应是这样子。什么时候多了一个？那个是那个姐姐一起玩。对。多了姐姐。旁边那一仗的那个。是多了姐姐耶。怎么多一个人？对，我想说怎么？
一个姐姐，在那里跑。邪教仪式是可以成功的，你知道吗？是，我突然间发现是小朋友的世界。对，反正就是好，你们继续玩。那个中间就是他有说，他那时候就是，他说他跑去就是他老婆妹妹的家那边，就是他后来晚上就是到那边，然后他问我说，他跟我讲说，问我要不要去他妹妹他妹妹那边，对他妹妹，姐妹，他老婆妹妹，对的妹妹家，他说就是可以吃饭，然后顺便就后面也可以打麻将，但是他后面他说。他其实后面是直接还比较 focus 在讲麻将，他后面比较 focus 在麻将上面。他说：“我们再来吹一卡。”开始就是一直在讲麻将的事情而已。对，其实这我们一听出来，就是觉得说你 focus 在麻将，而你只是要我过去让你方便，可以如你的愿去打麻将。对，他就是其实就是。没有意思，想要去出去跟我们去吃。对，但他是说他那时候有说，如果他老婆不去，他可以自己跟我们去。但是他讲这个后面是在讲那个后面都是在讲麻将的事情。其实我朋友一听也是说，他其实就是根本就是想要只是要打麻将。他想要成局嘛？对，他只是想要打麻将而已，不是有心真的说对啊。重点是他老婆妹妹家，虽然我们有一面之缘，就是有见过面，对，有稍微玩个扑克牌一次而已，不熟。然后我老婆不是属于那种。就是直接去人家家里，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就是对啦，我可以理解那。所以他自己，我觉得我那朋友他也是，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因为就是自私，他完全没有去顾虑到我们这些点。然后我就来说没有，我说我老婆还是要去吃日式。我就已经讲那么明了。然后他其实就后来就也没有给我回复。然后后面我就才说，后面就是因为要衔接那个录影的事情，然后我就说谁叫你让我老婆生气，对，他就说你老婆生气这样，就是说什么你老婆是算老几啊什么的，说不能这样说，对他说 no， 对他说老几啊什么他生气啊干我什么事，他说我不就约你们来我这边是你们不要，然后说什么就说什么。因为我跟他说我老婆不开心了，对，我说我老婆不开心了，我们还是要去吃那件日式。基本上你说你有心的话，那是不是可以打一通电话跟我说，是在不开心什么啊？关心一下吧，走啦，不然我们去吃啊，不要让你难做人啊。对，因为我有跟他说你让我左右为难，这是确实是啊，因为我觉得你当一个兄弟的，你都只顾自己啊，你怎么不去顾虑到对？然后他还跟我呛一句说为什么？他就说一句说为什么我老婆都不会有，我老婆对你们都不会有这些问题啊，你老婆总对我这边就会有偏见的感觉。我就说没有啊，因为你约我们没有造成你们的麻烦啊。对啊，这就是差别。没错。我说先生，对他甚至就是一直在那边跟我反驳，他说还跟我直接就是讲在那边争到说，他直接叫我说老哥。就是很讽刺的那种称呼，老哥。他说你到底在那边跟我撸什么啊？他说这个我就没有错，你在那边跟我讲什么？他就觉得他没问题。对，他就觉得他真的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觉得通常没问题的人都是有问题。对，真的。然后我就从此他就闹他骂我神经病就算了。我后来我想说好没关系，我就当做你生气，讲话重了点，我就是赖说，我说你怎么那么善良啦？我就真的我朋友你怎么这样子？我跟他讲，我就是字说，我就打字跟他说，我就先打一通给他，他没。